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營養師馬威佛瑟啦。減肥係女人嘅終身事業喎，唔知大家對於呢句説話咧點睇咧？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翻咧人生喺唔同嘅階段啦嘅體重管理啦嗰個嘅重點喺邊方面嘅。咁啊，首先講我自己啦，我由細到大咧其實都唔係一個瘦嘅一個人嚟㗎。咁啊，特別咧係我自己即係細個嘅時候咧，即係都係肥嘟嘟嘅。咁咧就去到而家啦，咁我嘅體重咧其實都叫做喺健康範圍裏邊啦，咁但係咧就絕對唔係屬於纖瘦㗎啦，咁咧亦都係容易比較係易肥難瘦嘅人嚟㗎，同大家一樣咧，其實都係有即係一樣係要努力咁樣去體重管理嘅，特別咧去到人到中年咧，其實體重管理係會越嚟越具挑戰嘅。咁啊，首先講下咧。細路仔嘅階段先，咁咧我自己咧喺細個嘅時候咧，都係一位肥嘟嘟嘅小朋友嚟嘅。咁我喺香港嘅時候咧，我咧就係比較內向型啦，咁啊中意睇書啦，就係成日喺屋企啦，咁啊冇乜運動嘅，咁所以咧亦都因此咧，所以咧其實細個嘅時候咧都係肥嘟嘟嘅。而家睇翻呢個人生嘅階段咧，其實細路仔嘅時間咧最緊要咧就係要建立翻一啲嘅良好嘅生活同埋飲食嘅習慣。講到尾咧，細路仔咧喺10歲之前啦，咁啊媽媽都會好有體會㗎啦。其實就由得我哋去掌控佢嘅飲食啦，去食啲乜嘢啊，佢做啲咩運動啊，其實最容易咧係安排㗎啦。但係咧去到10歲之後咧，就開始咧就唔係好聽講㗎啦。所以喺10歲之前咧，媽媽咧就要喺嗰個環境嗰度咧，就係安排佢多啲食一啲健康嘅食物啦，培養翻佢有運動嘅習慣。其實細路仔咧如果由細到大有運動嘅話咧，佢咧就會係有肌肉啦，咁啊亦都冇咁容易係肥嘅，咁變咗咧佢食嘅嘢啦，咁亦都會可以多一啲啦，咁佢自由度亦都會多一啲嘅。10歲之前咧運動係好重要嘅，咁其實當然人生唔同嘅階段運動都係重要嘅。有一種揾到自己中意運動咧，咁對自己即係長遠嘅體重管理係好嘅。我哋第二個階段咧就係講緊嗰個青少年期啦。嗱，青少年咧即係講緊11、12歲起啦，咁去到13啦 teenager 啦，咁teenager 啊 preteen 啊就係即係好具挑戰性嘅階段啊。咁啊大家父母都會知道啦，就係佢咧就會容易係人生嘅掌控咧，即係希望開始有掌控自己嘅人生啦。咁啊有陣時食嘢咧，佢都即係會自己食佢中意食嘅嘢啦。咁開始父母咧就即係冇辦法逼到佢一定食啲嘢或者唔食啲嘢，同埋佢開始同朋友一齊，即係如果佢哋啲朋友都係唔食啲唔健康嘅嘢，當然佢都會係唔健康。即係呢個階段咧最緊要咧就係佢如果細個時候咧，佢都已經係有啲好嘅飲食習慣，佢會食菜嘅，會食生果嘅。呢個階段咧其實好緊要咧，就係要預防一個進食失調嘅發生啊！進食失調咧係厭食症啦、暴食症啦，呢啲咧都係有好多時候係青少年嘅時候發生嘅。厭食咧表面起睇咧都會即係睇到係即係越嚟越瘦啦，咁身邊人咧都會覺察嘅。但係咧亦都譬如暴食症咧，其實有啲即係青少年可能去扣喉啊，其實有陣時佢體型咧可能係正常，但係佢可能係即係秘密地咧係會有呢啲咁嘅扣喉啊嘅行為啦，或者有好多唔同嘅症狀啦。咁其實咧我有陣時睇到即係爸爸媽媽嗰種痛苦咧，真係好難言喻㗎。如果自己嘅仔女係有呢個進食失調，本身進食失調就唔係一個飲食嘅問題嚟，係一個心理嘅問題嚟嘅。咁所以要即係多方面嘅專家一齊咧去處理啦。其實青少年嘅階段咧就係佢嗰個即係自我形象咧嗰個慢慢建立，即係好敏感嘅。佢身邊人咧話佢如果係肥啊，即係佢咧就會特別係放大咗嗰種嘅感受㗎。我成日講話青少年咧係一個輔導嘅時間，唔係一個指導嘅時間。因為去到呢個階段咧，其實你好難指導佢，你係要佢肯去做啦。青少年期咧嘅心理健康咧係遠遠比個身形啊個體重啊係重要㗎。同樣地咧就係等佢咧可以喺呢個階段咧即係建立翻好嘅
嘅體魄啊。呢個階段咧，好多即係少女如果係過分嘅節食啊，咁其實有陣時會有機會令到個經期又唔係好穩定啊，咁甚至會影響佢將來嗰啲骨骼嘅健康，咁呢個都非常之緊要。因為係呢個階段咧，佢哋如果係食得有足夠嘅食物啊，有鈣質嘅話咧，咁佢嗰個體格咧就會建立得好啦。唔知你屋企有冇一大堆嘅紅棗花膠杞子，但係又唔知點樣用好呢？又或者有冇人話你氣虛，但係你又唔知食啲乜嘢好呢？其實好多人咧對中醫咧都係有一種認識，但係又唔知點樣應用嘅，又想用飲食去調理身體，但係又唔知食啲乜嘢好。所以今日咧，我會同大家推介一個課程，就係養生藥膳啦。呢個課程咧係由鐘素山博士主講嘅。Susan 咧係一位註冊中醫師，同時咧亦都係一位多年經驗嘅註冊營養師嚟㗎。呢個課程咧我自己都會好想上㗎。以一位營養師嚟講咧，我就知道咧 Susan 咧教嘅嘢咧係好實用啦，應用喺生活方面啊，同埋係有根據嘅。呢個課程咧總共係6課啦，就係廣東話主講嘅，由零開始咧教你認識體質啦，善用食療啦，煲一煲啱你嘅湯啊。只要你相信食物係最好嘅藥物咧，咁呢個課程咧就係為你而設啦。呢個課程咧而家係一個候補嘅階段，可以免費登記㗎。咁到開班之前咧，你就可以再確認付費嘅。課程嘅內容同埋登記嘅連結咧喺下邊，咁大家快啲登記，我哋一齊學習啦。咁下一個階段咧，我就會叫做係年輕嘅成年人啦。嗱，呢一個咧係一個就係20至35歲之間啦。嗱，呢一個階段咧係年輕嘅成年人啦，即係自己畢業出嚟創業嘅時候咧，都係呢一個嘅年紀嘅階段啦。咁我記得當時咧即係鄭秀文好瘦啦，咁被吹捧話好 fit 啦，咁鄭欣宜咧，佢本身肥咧，就有段時間減到都瘦咗好多啦。咁大家都捧到佢話做得好好啦。喺呢一個階段咧，其實最緊要咧，即係唔好過分咁樣去追求極速減肥咯。同樣地，因為呢個階段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希望追求瘦啊，着衫會靚啲啊，即係感覺會自信一啲啊。咁但係啦，即係喺呢個階段咧，社會上咧普遍係即係稱讚一啲嘅纖瘦嘅身形啦。咁呢個階段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即係會嘗試好多極速減肥嘅方法嘅。即係最緊要咧就要兼顧翻嗰個肌肉啦，同埋嗰個骨骼嘅健康啦。喺呢個階段咧，如果過分好似纖瘦嘅體型咧，佢冇肌肉嘅話咧，其實都係埋下咗將來難減肥難體重管理嘅伏筆嘅。因為咧冇肌肉啊嘛，重複性咁減肥嘅時候咧，冇肌肉咧，亦都係暫時呢個階段瘦咧就叫 keep 得到，但係將來咧就會變咗咧就容易係暴肥嘅。如果因為過度嘅減肥啦，咁引致即係影響埋骨骼健康啦，咁都有機會係即係影響佢將來增加個骨質疏鬆症嘅機會嘅。呢個階段咧好多時候咧就會經歷一個即係女性可能就會經歷一個懷孕啦、生 BB 啊嘅一個機會啦。我自己咧當年咧其實即係人生中最瘦就喺翻咗嚟香港做營養師嘅時候，我人生最瘦嘅時候。咁嗰陣時候咧，其實即係生完 BB 咧就餵人奶咧就瘦得好快嚇。咁嗰個亦都係我人生之後即係產後收身就收得幾好，因為餵人奶餵咗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咁咧就變咗即係女性咧嗰個體型咧其實都會有所嘅變化。特別女性咧即係好多時候就會有種壓力啦，就即係要求產後要收身收得好快喎，咁就會得到一啲嘅讚美喎咁樣。但我都係嗰樣嘢就係希望大家咧都係可以保持一種即係健康嘅心態啦。咁即係最緊要減肥就係 keep 減到同埋 keep 到嘅。即係當年嘅我啦，我出嚟即係創業啦，咁我自己有我自己嘅信念啦，我自己就唔係好相信即係極速減肥嘅。不過市場上咧，其實即係減肥咧係即係好多人係希望係可以極速好快咁樣處理咗個問題，咁就解決咗啦。咁但係咧減肥從來都唔係一個短時間可以解決嘅問題嚟嘅，係要一個長期去維持嘅一樣嘅情況。即係我自己咧，通常都係會以一個即係健康指標為一個標準咯。咁所以我哋自己咧就減肥嘅生意咧就其實唔係做得好成功嘅啫。咁我哋咧就希望咧我哋減到嘅
client 咧，其實可以維持得到。咁同埋睇到健康嘅指標嘅改變啦，唔係話個樣咧就纖瘦咗啦，但係其實個人咧就會係蒼白咗，或者個人咧即係冇健康度，因為我哋唔能夠用瘦咗唔代表係健康咗嘅嚇。咁最緊要咧就係要身體嘅指標各樣嘢都係可以做得好嘅。咁所以咧我哋自己咧其實當年咧都好少用啲好極低熱量嘅餐單咧就俾啲 client 嘅嚇，即係因為嗰個為嗰個 client 咧其實係着想啦。咁其實結束減肥咧好多時候都係會極速係會肥翻嘅。呢個咧就我哋當年嘅宗旨啦。咁去到我自己啦，其實亦都係即係人生呢個階段咧就係最瘦噶啦，因為咧就係第一就仲係年輕啦，第二咧喺香港嘅生活嘅方式咧亦都比較活躍嘅，出去搭車翻工啊，每日咧都有一定嘅運動量嘅。咁呢個就係即係人生好 fit 嘅時間，同埋亦都有暴雨之後咧，其實亦都人生都係好 fit 嘅。好，下一個係人生嘅階段咧，就係中年啦。咁咧就即係我會係35歲之後做一個界別啦。咁咧35歲至到60歲之間啦。呢個階段咧好多時候咧就出現一個中年發福啦。中年呢個階段咧，咁咧就發現咧，原來後生嘅時候咧亂食嘢咧都冇咁容易肥嘅，又或者肥咗咧都好容易瘦翻㗎喎。咁但係咧呢個階段咧就係人生進入另一個階段，就係冇呢個亂食嘢嘅本錢啦，冇呢個唔做運動嘅本錢啦。咁但係咧去到呢個階段咧，就慢慢咧容易會出現一啲嘅身體上面嘅變化啦。咁咧包括咧即係有啲會開始有血壓高啊、膽固醇高啊、血糖高啊嗰啲嘅。女性喺呢個階段咧有機會咧就係經過呢個懷孕啦、生育啦或者哺乳嘅時間啦。咁呢啲咧都會係令到個體重咧有大幅嘅變化嘅。呢個人生嘅階段咧，好重點要減低嗰個肌肉嘅流失啊，因為咧去到35歲之後咧，嗰個肌肉量開始流失嘅時候咧，新陳代謝咧就會開始減慢啦，咁變咗咧中年發福就係因為咁樣形成嘅。咁當咧開始體重增加嘅時候咧，即係好多身體上面嘅指標亦都容易係即係上升嘅，咁包括咧血糖啊、尿酸啊、血壓啊，其實呢啲通通都係受呢個體重所影響嘅。咁咧去到呢個階段咧，就體重管理咧就唔係真係為咗靚啦，其實咧最緊要咧都係以健康作為一個嘅目標嘅。大家咧就如果要體重管理啦，其實都繼續咧用一個健康嘅方法啦，就唔好令到一啲因為淨係為咗瘦啦，咁就令到身體其他健康指標咧就係亂晒嘅。就話瘦咗唔代表健康咗嘅。咁有啲人咧就瘦得嚟咧就面青口唇白啦。但係咧，大家咧就係要瘦得嚟啦，其實就要循序漸進啦，同埋咧亦都咧要有一啲嘅負重嘅運動啦。咁唔單止係會保持個肌肉，亦都咧係可以幫助嗰個骨骼咧，即係嗰個減低個流失嘅。咁特別女性喺呢個階段咧，好多時候35歲之後咧就容易咧步入呢一個嘅更年期嘅前期啊。所以咧呢個階段亦都好多時候隨住咧就係會有好多健康指標嘅變化。咁呢個咧即係大家可以為自己做嘅咧，就係一個保持一個健康嘅體重，唔需要去到一個即係好纖瘦嘅階段，但係咧就係維持而家嘅體重，同埋保持個肌肉量啦。好啦，咁去到最尾咧就係老年啦。嗱，老年人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又係都係講緊嗰個肌肉嘅問題啊。肌肉咧，如果係少嘅話咧，就行步路都會冇力啦，或者有啲嚴重嘅肌少症咧，其實有時坐喺個梳化都未必起到身嘅。咁如果嚴重嘅情況，咁呢啲咧係會影響個生活嘅質素啦。咁所以咧即係長者咧好緊要咧，就係有一套咧嘅運動嘅計劃。咁就唔係淨係步行嘅喎，你行路嘅時候都可以叫做係一個溫和嘅負重運動啦。但係最好咧就係有一啲更加具體系統性嘅一啲嘅肌肉嘅鍛鍊運動啦。咁包括咧可以係譬如太極啦，又或者一啲舉啞鈴啦，咁呢一啲咧，即係要都係要有紀律咁定時去做嘅。咁有啲長者咧，其實睇上嚟咧個就唔係話太瘦啦，但係咧可以係同時係有肥胖症嘅情況底下有肌少症嘅。咁呢一個咧都即係大家需要係
注意啦。咁啊，當有一個好嘅生活嘅方式啊、運動啊、飲食啊，咁個健康咧就會好持久啦。咁啊，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